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。您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对您正在进入的内容有一个很好的了解。虽然时间已经到了8月底，但盛夏的热闹场面并没有丝毫降温的趋势，反而愈演愈烈。其中以古剧市场最为火热。开场不被看好苍兰绝招，却凭借精致的剧情、精致的古装之路直接破万热。王鹤棣也一跃成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演员之一。比方说，谁能拒绝一个励志拉满、敬业度拉满、宠爱东清仓？而除了古装剧，最火爆的当属王一博、陈晓主演的《冰与火》。剧情烧脑精彩，明朗暗狼波涛汹涌，人物关系太多。观众也开始拿起自己的小本本追剧了。当然，《冰与火》的成功与傅东宇导演扎实的导演功底密不可分。除了2位主演，在《冰与火》持续热播的同时，傅东宇导演的另一部新作《野蛮生长》即将上映。央视高调预告该剧已获得发行许可。傅东宇导演这次能赢吗？题材要冒险。女主徐寒霞以独到的投资眼光和敢作敢为的性格，在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，最终成功闯荡世界，收获了成功。说到这部剧，不得不提的是原著小说作者阿奈。作为与正午阳光有深度合作的小说作者，阿奈写了大量优秀作品，并已成功拍摄和拍摄电视。该系列大获成功大和、一切都好、欢乐颂等都是好评如潮的经典作品。而生命不再是阿奈的又一优秀作品，有扎实的原创作品基础。然后是《野蛮成长》这部剧的题材。之所以该剧的题材有点绝望，主要是因为都市商务剧不好看。陈坤、辛芷蕾的输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演员们都很强，但没有足够的情节来支撑最终的4.7分，所以口碑可以说是一败涂地。不过《野蛮成长》与其他都市商务剧还是有区别的。以输赢为例，该剧设定在普通人无法企及的精英行业，剧情浮夸，观众没有沉浸感。与《野蛮成长》不同的是，它用很大的时间跨度讲述了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时代，钢铁行业女性的起起落落的故事。女主许寒霞用自己的努力为钢铁行业的女性开辟了一片天地，不仅吸引观众，而且励志现实，容易让观众感同身受自服。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的导演傅东宇。从他之前的导演经验来看，他一般偏重悬疑剧，比如《破冰行动》和现在的热播《冰与火》。但换个角度想，把悬疑剧的脑洞换成都市商业剧也不错，毕竟两者都需要严密的剧情。该片的导演傅东宇习惯于拍悬疑剧。这部剧之所以受到如此多的关注，是因为题材吸引人，导演让人放心，也因为演员阵容强大。女主许寒霞由赵丽颖饰演，绝对是女神。赵丽颖不仅是同龄的优秀女演员，颜值也是天花板。晴儿、陆贞、薛珊珊、花千骨、于无心、殷心月、碧瑶、楚乔、盛明兰、周飞，赵丽颖不仅用演技让每个角色站稳脚跟，还用颜值。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属性。就拿赵丽颖最近的工作来说吧，在《谁是凶手》中，赵丽颖把沈玉演得有点意思，有点坏人。她明明是一张讨人喜欢的脸，却给人一种病毒的感觉，一种莫名其妙的矛盾感油然而生。在《欢乐走进千家万户》中，赵丽颖利用自己的希望赢得了马云。无论如何，她穿着陈旧的粗绢衣服，其实是遮不住她敏感的五官。我们应该简单的说，谁不想结婚这样的满足？男主的艺人欧豪同样是流氓界的男神。在同龄的小学生中，欧豪是少数兼具捣蛋和青春气质的艺人之一。在800长津湖、火之传奇、建军大业等主体题材电影中，他从不畏惧敌人的飞机和枪支，公平的能量真正打破了我脸。并且在都市秀中，欧豪的流氓风流和风流倜傥再也无法掩饰他的团结。高反禁区中的甘天磊基本上是善恶领域的主力一。
虽说欧豪的长相与那些优秀的男人没有什么对比，但是欧豪的性格和身上的感染力却是让人不忍离去。TF 老少爷之一的李光洁，尽管已经冒险进入了中年大叔的位置，但和过去相比，他的号召力却有增无减。可以肯定的是，男性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。拒绝这种成熟度确实很麻烦。一贯的大叔，柯蓝有一个性格出众的地方，面部元素从一开始并不特别，但他们非常诱人，尤其是与他所传达的无可争议的风度相结合时，人们很难忽视。还有孙茜，她在《我在他乡》中饰演冠军乔西晨最亲密的搭档徐衍，她同样是小家碧玉型的尤物。他不知道她的华丽，但她看起来很讨人喜欢。我现在就在期待他在《野蛮生长》中会有哪些精彩的展览，说不定最终会成为一个出人意料的强者。尽管有这些高颜值的艺人，剧中的演艺人却数不胜数。近期在《欢乐到万家》中帮赵丽颖完成任务的刘伟，无疑是演艺圈的佼佼者。还有任重、王劲松、冯嘉译、宋茜等。不得不说，傅东宇导演可能已经习惯了和知名艺人合作。除了任重，这只是破冰船和冰雨与烈火的巨大范围组建战。综上所述，虽然《野蛮成长》这部剧的题材是商战剧，拍起来不难，也不是很满意，但我承认，在傅东宇掌权的情况下，这应该不是问题。再加上赵丽颖和一大批颜值和演技兼备的实力派艺人，视觉体验也应该是稳定的。你说你期待这部剧吗？02，龚俊还有一档节目《勇敢的女人来自很像老人归来》，这个设置不是不幸的。一个演戏的人不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艺人，因为他无法控制工作。艺人需要有惊人的演技和知名度，但他们也应该有很好的心理特征，这些东西是不可替代的。龚俊已经变成了媒体开播率高的男明星，身家数不胜数。例如，另一场节目《阿乐传奇》就在拐角处，谈话的主题围绕着演员，比如勇敢的女人来自很像死灵复出，被认为很奢侈，不看其实是一种不幸。演戏需要洞察力、能力和业力，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。对于艺人来说，应该具备的素质是艰苦的工作，这种素质并不意味着整天拍摄，而是应该有一个紧张的人，一个持久的心态和一个勤奋的灵魂。不管你做这3个重点多久，不管你的定位是否高，至少没有被埋没。通过龚俊带来的一系列作品所展现的人物不蒙面，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。可能有人会认为，只要拥有一双好皮肤和过硬的技术，就可以发家致富。然而，真正的成功需要汗水和时间，单靠这些是行不通的。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成功的基本条件。首先，你要有一双好眼睛，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第二，你要有非凡的智慧。最后，你必须有一颗坚强的心。凭借龚俊出色的演技，他将成为《安乐传奇》的男主角，这将是一部让人无法忘怀的作品。娱乐圈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地方，但也有无数的挑战和竞争。这是娱乐圈的残酷，也是娱乐圈的魅力。想红，想站稳脚跟，想拿奖，想出名的人太多了。有的人进入娱乐圈都有梦想，然而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实现自己的目标呢？龚俊是个很优秀的演员，善于找人物的位置，而且有节奏感，总能和人物融为一体。显然，成为一个好演员不仅取决于你的容貌和身体，还取决于你的心。心不够强，遇到困难就退缩。怎样才能引起大家的注意？演戏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但对于进入娱乐圈的人来说，谁敢说从来没有遇到过挫折和困难呢？任何作品都需要强大的演员阵容，才能给观众带来很多惊喜。安乐传奇剧组给小伙伴们带来了更多好消息，并邀请实力派女星迪丽热巴参演女主。在演艺路上，难免会遇到困难和挫折，
只要你克服他们并解决他们，你就会成功。所谓成败就在这里。在娱乐圈，有很多人的成功之路，可能是因为工作，也可能是因为角色。有些人，即使他被分配了一个很好的角色，但他没有抓住机会，最终失败了。龚俊在娱乐圈是一个非常火爆的话题，有关于他的资源的讨论，也有关于他的演技的讨论。也有很多人，就算给他安排了一个很糟糕的角色，他依然可以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取得巨大的成功。这就是所谓的机会。所谓的机会是靠努力换来的，没有努力，它就会离你很远。一部作品能否引起大多数观众的关注，取决于演员阵容。说起龚俊，又一部新剧要来了，女主出自《老子归来》，勾起了大家的胃口。不看真的是亏大了。有什么想法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